大家好，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研究如何管理 Windows 服务，通过调整启动类型提升系统速度吗？今天咱们继续深挖，手把手教你从零创建一个 Windows 服务，从服务属性里的登录权限、故障恢复策略到关键的依存关系设置，每一步都关乎服务的稳定运行。学会这些，你就能轻松掌控系统后台。快来一起解锁新技能！大家好，在上一个非会员视频里，我给大家演示了如何在 Windows 里边管理 Windows 服务。我们打开 Windows 服务窗口，找到我们要管理的这个 Windows 服务 Windows Search， 双击它，打开属性窗口，通过改变 Windows 服务的启动类型为自动延迟启动，来提高 Windows 系统的启动速度。我们也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启动、停止、暂停、恢复 Windows 服务。那在这个视频里，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 Windows 里边来创建一个 Windows 服务，以及 Windows 服务属性里边的登录、恢复和依存关系这3个页面里边的选项对 Windows 服务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打开 Windows 服务的窗口，在这里边有一个 CALC 下划线 Services 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就是我自己创建的 Windows 服务。我们双击这个服务，打开它的属性窗口，在这个里边我们点击启动，这个服务就启动了。那它会打开一个 Windows 的计算器的应用程序。我们知道一般来说 Windows 服务启动的应用程序都是后台程序，那为了给大家演示，我这个 Windows 服务里边就启动了一个前台的 Windows 计算器这个程序。那这个服务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步，我们只需要在 Windows 里边打开 Edge 浏览器，然后输入这个网址 nssm.cc， 然后点击左边的 Download， 就到了下载页面。我们看右边 Latest Release NSSM 2.24， 它的更新时间是2014年，时间比较长了。但是这个 NSSM 这个软件是非常成熟的，因为它的功能比较专一，也比较成熟，可能这个作者认为不需要频繁的更新。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使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我们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下载这个 NSSM 这个软件了。下载好之后，我们把它解压缩到本地。那我们看，在这个 NSSM 目录下有2个子目录 Win32 和 Win64， 我们先需要确认你的 Windows 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这样就可以使用相应的应用程序了。我们点击开始菜单，点击设置，点击系统，点击左边最下面的关于，在右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系统类型是64位操作系统，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Win64 这个文件夹下的 NSSM 应用程序。我们点击搜索，输入 PowerShell， 右键单击 Windows PowerShell，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打开这个 PowerShell 窗口，我们在 Windows 里边转到这个 Win64 目录下，然后把这个目录的地址拷贝一下，打开 PowerShell， 在这个里边使用 cd 命令进入到这个地址，我们运行 dir， 你看就是这个命令，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nssm.exe 程序来创建一个 Windows 服务了。我们只需要输入nssm.exe install， 它是服务的名称。比如说我们在创建一个 Notepad 的服务，回车它又打开了 nssm service installer 的窗口，在这个窗口里边的 application 的标签页，我们点击 Pass 后边这个按钮，然后在 C 盘的 Windows System 32目录下找到 Notepad 这个应用程序，点击打开。我们再点击一下 Startup Directory 后边这个按钮，我们选择 C 盘的 Temp 目录，也就是 Notepad.exe 这个应用程序作为服务启动之后，会使用 C 盘的 Temp 目录作为工作目录。它这个 service 的名字就是 Notepad 下划线 Service。我们再点击 Detail 这个标签页，在 Display Name 这儿写上 Notepad 下划线 Service。Description 你可以输入，也可以不输入。Startup Tab 也就是启动类型，我们选择 Manual 也就是手动启动。我们再点击这个 Logout 标签，里面让你来选择一下以哪一个账户来运行这个 Windows 服务。如果是 Local System Account 就是本地系统账户，那这个账户的权限是非常高的。那假如说我们选择 This Account 就是指定一个账户，这个账户名字叫 Hello， 然后输入这个账户登录 Windows 系统的密码。那这样的话，当你在启动这个 Windows 服务的时候，它就会以这个 Hello 账户来运行这个服务。我们再点一下这个 Dependencies， 那这个里边就是如果你这个服务有哪些依赖哪些服务，你就可以在这里边添加进去。那我们这个服务不依赖任何服务，所以也就不添加了。这个时候我们点击 Install Service 这个按钮，他说 Service Notepad Service installed successfully， 我们创建这个服务已经成功了。我们点击确定，我们打开 Windows 的服务窗口，点击这个按钮刷新。我们可以根据登录为这
这列来排序。那你看这里多了一个 Notepad Service。那我们现在双击这个 Notepad Service， 打开 Notepad Service 属性窗口，点击启动，这个服务就启动了。但是我们看它启动之后好像并没有启动 Notepad 应用程序的界面，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会在下一个会员视频里给大家讲解，敬请期待。那我们该如何来验证 Notepad 应用程序已经被这个服务启动了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操作，我们右键单击任务栏，点击任务管理器，打开任务管理器窗口，点击详细信息，我们看这有一个 notepad.exe 正在运行，用户名是 hello， 那证明这个 notepad.exe 是 hello 这个用户运行的，也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服务运行的。我们再到服务窗口里边双击它，点击停止，停止之后我们再回到任务管理器窗口，你发现 notepad.exe 这个程序已经关闭了。我们回到 Windows 服务列表窗口，双击 Notepad Service 这个服务，打开属性窗口，我们点击登录，选择第一个本地系统账户，点击应用，点击确定。这个时候我们在启动 Notepad Service 这个服务的时候，就应该是以本地系统账户的身份来启动它。我们点击启动试一下，启动之后我们就再回到Windows 任务管理器，我们看这个时候 Notepad.exe 这个程序就是由 System 这个用户来启动的，也就是本地系统账户来启动的。所以 Windows 服务属性窗口里边的登录页的选项非常重要，你选择不同的登录身份，那将会以不同的权限来启动这个服务对应的应用程序。那如果你选择了权限不够的账户，这个服务就有可能会启动失败。那我们再来看 Windows 服务属性里边的恢复这个页面，这个里边设置了如果服务启动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和后续失败之后可以进行的操作，你可以有一些选择，可以是无操作，可以是重新启动服务，可以是运行一个程序，也可以是重新启动计算机。因为这选项比较多，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给大家讲解。我们再看一下依存关系这个页面，那这个里边就是这个服务依赖的哪些服务，或者哪些服务依赖这个服务，都会在这里边列出来。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如何修改这个 Windows 服务。我们只需要打开 PowerShell， 然后到 NSSM 下载目录下运行这行命令://NSSM.exe:/edit:/notepad /service 回车，它就弹出这个窗口。然后在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修改我们要修改的信息，比如说这儿点成下划线，比如说启动类型你都可以修改。修改好之后点击 edit service 就会弹出这个修改成功的窗口，点击确定。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服务列表刷新一下，我们打开这个服务的属性窗口，你看显示名称已经修改好了。如果你想删除这个服务，你可以在 PowerShell 里边运行这行命令：:NSSM.exe:/remove:/notepad /service 回车之后，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是否删除这个服务，点击是，服务已经成功的删除了。我们再到服务列表来看一下，刷新一下 Notepad Service 这个服务果然被删除了。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也感谢您订阅我的付费专区，在这里您可以享受专属优质内容，解锁更多 Windows 深度知识、实用技巧和独家经验。最后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